你想过没有，一瓶勃艮第红酒现在动不动就几万、几十万，凭什么？是工艺特别神，还是葡萄品种特别牛？都不是。今天我给你揭个底儿，它价格的命门是被一部200多年前的法律给死死锁住了。这是想明白了，你看所有奢侈品的逻辑一下就全通了。这背后的总开关就是大名鼎鼎的拿破仑法典。1804年，这部法典确立了一个叫保留份额的制度，简单说就是子女对家里的财产有不可剥夺的继承份额。长期来看，这个机制在勃艮第就造成了一个结果，原地被不断的细分或者多人共有，直接就在供给这头锁死了产量的天花板。你看，一个看似跟酿酒八竿子打不着的法律条文却成了整个行业的游戏规则制定者。这在我后来跨界创业的时候体会特别深。很多时候你觉得的坎儿，其实是行业给你画的圈里。给你个最直观的例子，勃艮第有个特级园叫福旧园 Clos de Vougeot， 总共也就50.6公顷，什么概念？大约就是北京天坛公园的1/5大。就这么块地，你猜现在在多少人手里？80多人，平均下来一个人1公顷都不到。有的庄主一年就产那么几箱酒，但他照样能把福旧园这3个金字招牌印在酒标上。当然了，凡事都有例外，这个例外就是酒王罗曼尼康帝。康帝园那1.81公顷地，2个世纪以来愣是没被分割过。为啥？人家厉害就厉害在早就用一种叫民事公司的形态把地给持有了。这么一来，继承和转让都在股权层面完成，根本不用去物理上切割那块地。这就跟做企业一样，有的人是被规则推着走，有的人是主动设计规则，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特例。好，法律把供给这一头给锁死了，地就这么多，只会越来越碎，产量根本上不去。那市场这头呢？全世界的富豪是越来越多的，都想要这块独一无二的，这价格不就跟坐了火箭一样往上窜吗？就拿权威的 Leaf X 勃艮第150指数来说，到2022年10月，5年的涨幅就达到了115%左右。2018年，一瓶1945年的康帝更是直接拍出了55.8万美元的天价。我干这行10几年，后来又跨界做别的，越发看透一个本质：所有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东西，它真正的价格锚点从来就不是产品本身，而是它背后那套谁也复制不了的严丝合缝的供需结构。更绝的一招，勃艮第人把地块碎这个最大的劣势完成了一个顶级的阳谋。他们提出了一个概念，叫风土 terroir。 说我这块地跟我邻居那块地就隔着一条小路，但土壤、朝向、微气候全都不一样，所以酿出来的酒味道就是独一无二的。你想想，地块越碎，这种独一无二的故事是不是就越多？而且你别以为这只是个营销故事，人家这套玩法有深厚的历史根基，从19世纪就开始按风土分级了。到了2015年，勃艮第风土这事儿直接被列入了世界遗产，这就把小级是美、少级是贵的奢侈品神话给彻底坐实了。所以你看懂了吗？勃艮第的万亿神话根本不是什么玄学，它就是一个顶级的阳谋，用一部200年前的法典在物理上锁死供给，再用一个叫风土的故事在心智上锁死你对稀缺的渴望。它恰恰告诉我们，有时候你手里最烂的那张牌，只要用对地方，恰恰就是你最深的护城河。我是老郭，有时候爱自己喝点，解压放松，想点事儿。如果你也喜欢，记得关注我。